来搜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追光不透支，让强大更强大。本节目由能量植物饮品藏猛玛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多多鲜炖银耳赞助播出。吃银耳补胶质，就选喜多多。来搜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追光不透支，让强大更强大。本节目由能量植物饮品藏猛玛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多多鲜炖银耳赞助播出。吃银耳补胶质，就选喜多多。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上周，追光吧最强工作室争夺战强势开启，4大工作室发起人首先带來合作大秀，並接受專業評審的投票。能代替你地位，忘掉錯對，來懷念過去，曾共度患難日子，總有樂趣。我明白。见所未见，获得了19票，恭喜张卫健获得了第1名。今晚专业评审票数排名第1的发起人张卫健將優先選擇對戰工作室，剩下的2組工作室則自動形成對戰關係。4大工作室兩對戰，專業評審票數更高的2組工作室將進入巔峰對決，爭奪本年度最強工作室殊榮。张卫健大哥在发起人合作表演秀中获得了第1名，请问你选择哪一支工作室作为你们的对战工作室？想说呢，就是呢，我呢就闭着眼睛，然后呢转几圈之后呢，然后呢我碰到哪一位就是哪一位，好不好？然后呢，刚刚那3位哥哥呢，麻烦你们调换一下位置。然后呢，我现在就停了，帮我摆正方向好吗？哦，这是正方向。对，这里是观众。好 ，OK。好，我就直后退，我选中间这一位，中间这一位。你就大声的说出你想选择哪一支战队。刚刚本来站的中间是谁啊？我选中间这一位，中间这一位。沈南哥后面的是小欧哥。好，那就小欧哥。金 AD 209。OK， 那么今天晚上的对战局面已然锁定，将由见所未见对战金 AD 209，同时由6倍光速对战 3-5。我问一下张卫健大哥，今天晚上你想选择上半场出场还是下半场出场？上半场。上半场第1个出还是第2个出？第1个出吧。谢谢张卫健大哥的勇气。按照规则，金 AD 209就是今天第2个出场。有什么话想送给他们吗？没有，就特别好，因为我们一直就没有在一起碰过面，然后我们的歌又是宗纬的歌。是的，所以呢，杨宗纬呢，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赢家。哇，好爽哦！接下来下半场6倍光速和3-5的对战，
因为呢，发起人吴建豪在刚刚的投票过程当中票数更高一些，所以说吴建豪你拥有优先选择权。你们是想第3个还是第4个？第4个出场。那第3个出场呢，就是 3-5。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对方的？谢谢他给我最好的位置。 Yeah,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to say right now. I guess I'll just say good luck. OK， 大幕开启。首先，掌声有请第一个登场的见所未见工作室，有请京 AD 209，跟随金晨到观战室备战。来吧。今天是见所未见工作室最后一次团秀的表演了。 也是最后一次团彩了。不好意思，大家都疯了，大家都疯了。搞错了，再来。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哈，我们从一公的万里长城，刚刚一开口，我的眼泪要出来，太棒了，太给我们力量了。 2公的歌《怀念战友》，这种男人的热情，这种力量感，我个人特别喜欢。 3公的歌《独上西楼》，前面都是比较严肃的。 可以，就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嗨起来，唱摇滚吧。哥，我们已经闷了2场了，我觉得。4公的歌，我们可以从头，用欢乐的态度来跟观众一个呈现这个舞台。 而且我很喜欢最后一句歌词：“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我的理解，这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以很豁达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儿。哦，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在年轻啊。 见所未见，欢乐无限。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欢乐。在这个欢乐当中，其实会孕育一些比较温暖啊，然后大家彼此之间的沟通是很流畅，而且我们有很炫的这个装置。好，我一下，老师。哦，好的。好，老师们，我们准备要试这个。哇，它就一个那种像尼龙绳那种样子，然后缠在手上，然后捏着，靠我们4个人同时加速跑步，然后他把它升起来，然后当时我就整个人就懵了，因为它完全靠你的臂力去支撑，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会比较僵硬，所以这一块当时是有拉住。 有拉扯一下，当时。我觉得那个装置太好玩了，就是虽然手很痛，但是拉着那个绳索绕，又酷帅，然后又刺激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怀抱着100%的信心，觉得说我们应该会是最强工作室。那最后上台之前，再给自己加个油吧。好，我们现在见所未见，给自己打打气。3、2、1， 5、6、7，走！见所未见，欢乐无限。有请见所未见工作室带来团队大秀，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哇，你别说这俩人倒挺配啊，机车轰鸣的那种，现场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残风林依旧笑，路漫漫奋斗，满目残愁，在花香之后，完美坠落，在思维宇宙炫目遨游。我那些浪迹流传九州，云游魂飞走，迎风扑后，在宿命身后，不停回首，是丝如归愁，毫无保留。黑色的不是夜晚，是漫长的孤单。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叹世万物皆可盼，为真爱最短暂。失去的永不复返，是守恒而今悲欢。失去的永不复返，是守恒而今悲欢。前所未见，欢乐无限。摇起呐喊的热情，借光阴渐远去，人世间悲喜烂剧，昼夜轮播不停，纷飞的爱情男女，情仇爱恨别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真年轻。兄弟们 OK 吗 ？OK， 走起来！摇起呐喊的热情，借光阴渐远去，人世间悲喜烂剧，昼夜轮播不停，纷飞的蓝情男女，情仇爱恨别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Bravo！ 不错，挺好。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因为我尝试过那个吊环啊，吊到手上，一个人压在上面，那个手真的受不了，很痛。而且你像魏健哥都已经在一定的年龄上，我觉得就很拼。仲伟哥当时驮着韩宇的时候，就是我的脑海里一直想象的是，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就是那个车速好慢。就特别像爷爷拉孩子，就是放学的感觉，你知道吗？哇，那个又酷帅，然后又刺激这样子。京 AD 209会享受这个表演时刻吗？马上连线一下备战室金晨。破防了，每次看到见所未见表演，真的都是又惊又喜。不过，想让我身边的京 AD 209破防，那可没那么容易。说两句，心情如何？看完表演，太拼了吧？能不能给别人留点后路什么的？这种是吧？特别的炫，然后色彩斑斓、嘉年华的感觉。
谢谢。好。我今天呢，真的是一上来啊就是王炸呀！我想问一下，见所未见，今天是怎么想到的，把这么多的元素都放在了同一个作品里面？为什么想摩托车呢？因为我觉得男人的梦想可能是车、玩具很多，但是人长大了，可能为了家庭、为了子女、为了拼事业，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个，所以呢，载体就是摩托车。明白，摩托车代表着心中的那一份自由。为什么你们4个人只有杨宗纬同学真正的骑着开了摩托车？为什么不是4个人一起齐刷刷的上来？因为我们没有驾照啊。对，好像只有 Vanessa 跟我有这个机车的驾照。对，天哪，杨宗纬竟然有机车驾驶证！你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深情男唱将吗？对啊，但是安静的美男子也可以骑着机车啊。他外面很沉稳，对，不是这外形很沉稳，其实他钟伟这个人内心很奔放的，这个倒是实话。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掉下来或者是这个转这个了，我们想说呢，就是很多人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都有梦想过自己能飞的，如果能飞就好咯，这样子。其实我们彩排的时候，导演呢也有问过我们，要不要再高一点呢？转这个的时候再高一点，因为大家韩语也巨高嘛。然后我们就说不要了，因为我们其实最想表达的就是，只要我们能飞起来，无论它是飞得高也好，飞得多低都好，我们的人生尝试起飞就好了。我记得有一句歌词里面，这一句其实是我们4个人都觉得，就是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对。其实我们是觉得老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事实，但是就是看你怎么样角度去看老去这件事。我们是比较不喜欢老了自己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到了，然后也轮不到我们做了，年轻人做吧。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子。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更扩大的心态去看这件事呢？尽管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是总有人正年轻，那不是很好吗？我们也替年轻人开心，他们有机会。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我们这个地球不早就停摆了吗？建豪哥，在台下看得过瘾吗？很了不起，对啊。然后因为我们每次都在 holding room 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在这边看你们现场的时候，就真的很开心，然后真的很打动我的心。而且最后也看到那个韩语，因为就是很享受这个最后的这个 moment， 我觉得很棒。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对，谢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京 AD 209前来应战，有请。加油 ！Go！ 加油！请见所未见工作室移步观战室。充电，充电，充电，充电！这次是我们京 AD 的最后一次团采。哎，说不定以后还有。那咱就是别踩了。整个团秀有什么就是创意的想法？这不能说。是这歌啊！让我随你去。京 AD 209，我们唱宗纬的歌。宗纬到时候给我们指导指导啊！对，这名儿起的就好，越过山丘。你说这个就真的是跟安排好了一样，咱从1公就开始越过山丘，一直越到最后还得越。对，无论是我们跳动起来啊，动起来，每一秒动起来。来到这个舞台，不就是追光来的吗？像我们的饕餮。
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自认为是最好的一支表演。我们大家共同合作的那种状态，我觉得都特别的过瘾。不染的时候又变成了这种文弱书生的感觉。前2公的时候，那个奥月和苏苏他们2个，为了让我们仨能够突破自己，人家付出了很多。所以这次我们就想选一首慢歌，然后让奥月和苏苏他们俩好好突破一把，我们老哥仨陪着。那这一次呢，我们觉得是想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这个歌里面本来就一个19岁的我，一个60岁的我，所以我跟欧哥就扮演了60岁的我们，苏苏跟奥月呢，他们是代表19岁的。其实我们是一个人，然后把每一段的生活，每一段对生活的看法，一种态度。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给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是用一种非常炸裂的一种方式，一种摇滚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我离开乐队以后，就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OK。好吧，可以，咱来这个吧，没问题，没问题。来，1、2、3、4。这样好了，这样唬人，现场的感觉。对我来说很神奇的感觉，因为我没有见过。虽然我33了，但是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种氛围。进到他们那里面，然后各种乐器，鼓、琴、吉他，还有麦克风、立麦，哇，那种感觉就会让我有一种想在里边长存的一种冲动。帅哦！下辈子我也要做个歌手，摇滚歌手。我觉得有机会能够跟这么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回到20岁梦光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是吧？你就唱原来的就行。歌手，歌手，对，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对，唱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奥月真的唱好多是上。我真的是在几个的帮助之下，我的唱歌真的是有进步。最后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结束这首歌，我们一起站在台上，摇滚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圆满的一个收尾。帮助他们唱，我们也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能够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京 AD 209，重建，重建，重建！掌声有请京 AD 209工作室带来团队大秀《越过山丘》。宗伟哥的歌，我帮你推荐一看。好好好。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
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那个形单影只的歌手。One two three let's go， 越过山丘，那一座一座的山丘，不停造梦，天地铸就，直到岁月没有尽头。看我们一起追着光，尽管漂流被染上，哪怕一路跌倒对着风暴，我们始终只想掀起最大声浪，从不对困境闪避，绽放无需勇气，计划闪烁，策马掌握不费力，让你们服气。我们越过山丘，越过山丘，越过山丘，暴雨倾盆洗礼，我们越过山丘，辛苦磐石比喻，我们越过山丘，仗义随了心，我们越过山丘，越过了悬崖海域，我们越过山丘，肆意打破常规定律，我们越过山丘，一眼百科成印，我们越过山丘，三进不负使命，越过山丘。哇，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是一个摇滚对摇滚的局面哎，我心里都觉得说哇，整个后面他们也是改成摇滚的形式，然后再加上 rap 这样子，就是新意十足，然后也让我觉得很出其意料，太爽了，很奇妙，我感觉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受过，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感觉，爽啊，太爽，太爽了，真的很爽。谢谢京 AD 209带给我们的这版山崩地裂版的《越过山丘》，开心吗？在团战的最后一场，为什么会选择以硬核摇滚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我们一直该突破的也都突破了，那只有这个还没有在现场表现过。虽然我们拿到的一首这个歌是宗纬这个那么好听的一首《山丘》啊，当然我们觉得我们唱是肯定唱不过的，所以我们把后边就变成这样了。我现在都能想象到宗纬在台后面的那个小表情。你是开心就笑出来，宗纬哥，不要憋着。你现在是外放的宗纬哥，我会不会表现太明显？其实我挺关心的，这首歌的原唱如何评价咱们的这首《越过山丘》？马上连线备战室。哦，太棒了，宗纬哥！从他们4个人身上都看到4种不同的特色，还有人格特性，让我觉得说这么好的歌曲，让他们来做一个演绎，是我内心无比的荣幸、光荣，然后
你们今天就是把这原唱给干掉了。就是我们恨不得可以马上到现场去，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隔了那么远，都能感受到现场是有多么的燃呢，所以我们很想在现场看很成功的4位的演出。沙宝亮老师，我记得刚刚那个您在看电视的时候，画面里的那个人应该，画面里的人是我当年在这个法国未来国际杂技节当中比赛的那个实况，我很惊讶，因为我就没想到他们怎么会节目组怎么会找到这个东西。风与风，他笑着摆了摆手。法国，那是宝哥自己，那是法国自己。哦，对啊，你看，是啊。还有我当年拍那个摇滚青年，那是我当时是那个 break dancer。哇，在那个前面是有一段 solo 的那个舞蹈，你看不？你到时候回去找看就行了。你现场有真人在这儿，不行，我现在越过山丘了就搜一段呗。不了，算了。行，来一段。那一次跳是在多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16岁左右吧，16、17岁吧。来了！啊，对，就这个味儿，哎，谢谢。哇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啊！我敢说，现在应该能跳出来他那个味道的，在中国，我觉得应该只有他。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个时代，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就是原汁原味的。我的天哪，这太好了！哎呀，各位老腿儿了，不老，一点都不老，真的吗？漂亮极了，老的刚刚好哈，漂亮极了。谢。建豪怎么样？我还可以吧？好棒，很棒，我看得好过瘾哦，真的比较 vintage 哈。不，完全很棒，真的很棒。我有注意到啊，咱们这个舞台设置啊，其实是有细节的。对，是的。何苏是有一个指路牌。这个是他的年龄，26岁。26岁。对，奥月呢，是一个33岁，是吧？对，33。但是这有点像鞋柜，不是有点像38岁。哎呀，33，还有好几年个。然后我呢50岁，看是一个5，这是一个表啊。欧哥呢最大52岁。哦。对，这里边都隐藏着我们的年龄，加在一起是209岁。我们当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们4个是一个人，我们只是站在这边看到了我们年轻的那一边。我曾经跟苏苏说，我说我跟欧哥站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的当年。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杨和苏和奥月能够看到我们那个冲动的时候，那个有棱角的时候。我说，但是你们看不到我们，因为你们没有到这个年龄，所以我希望等到你们像我们这样年龄的时候，一定要比我们更精彩，比我们更棒。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4个其实是合4为1啊。谢谢。接下来，见所未见，请再次回到舞台之上，和京 AD 209一键分享。哥，棒棒的。好难唱这首歌，很棒，真的很棒。接下来51位专业评审，黄色代表见所未见，
蓝色代表金 AD 209，2选1，不可以弃票。首先，左侧的专业评审，请投票。选择的那个颜色。金 AD 209 18票，见所未见8票，现在是金 AD 209明显的领先。有请右侧的专业评审投票。黄色，这边是黄色。哎，有机会呀，好像。哇！故事的发展有点跌宕起伏了。很近，多1票2票吧。右侧的金 AD 209 9票，见所未见16票。最终的结果，金 AD 209 27票，见所未见24票。恭喜金 AD 209在本轮获得了胜利，直接进入下面的巅峰对决。恭喜恭喜恭喜！走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每一场团秀、CP 秀或者是什么混合秀什么的，每一次都有很大的突破。我们真挺希望能拿一个最佳工作室的。感谢我们的见所未见，谢谢。我觉得冠军只有一个，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最重要的真的是我们用一个很快乐的呈现给大家，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试过有一个舞台是可以从头笑着唱到尾，一直都可以很亢奋的状态。我们想带给大家的就是欢乐，见所未见，欢乐无限。我觉得以后我会把这个舞台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看很多遍。宗伟哥，这个舞台会在你的演唱会出现一次吗？如果可以，你们都能来的话，我当然很希望。请节目组把 UFO 配给他，到时候。